您看，张医生，一旦胃镜我们发现了萎缩或者说肠化，患者具体应该怎么做？是只需要定期复查，还是需要积极的干预治疗？这块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些非常实用的点子？好的，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。首先不要过度的焦虑，但是确实要高度的重视。干预的措施有很多。第一个就是要评估并且根除幽门螺杆菌感染。如果在检查的时候发现存在幽门螺杆菌感染，那根优治疗就是阻断萎缩和肠化最重要也最有效的一步。这可以说是治疗的基石。大量的研究也证明，成功的根除幽门螺旋杆菌之后，就可以显著的延缓甚至部分的逆转胃黏膜的萎缩和肠化，从而大大的降低未来发展为胃癌的一个风险。再就是需要严格的改善生活的方式，这不仅是建议，而且是必须执行的处方，包括饮食的调整，坚持清淡的饮食，严格限制高盐、腌制、熏烤和辛辣刺激的食物，多吃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习惯的改变，戒烟戒酒，规律的3餐，细嚼慢咽，避免过烫的、过辣的食物和暴饮暴食。是情绪的管理，一定要学会减压，保持心态的平和，因为长期的焦虑会加重胃黏膜的损伤。根据病理的严重程度和范围，以及有没有异形增生，还可以决定我们复查胃镜的频率，可能是每1年、半年甚至更短时间。必要的时候，对于高级别的上皮内瘤变，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内镜下的一个微创手术治疗。那如果详细展开来说，如果只是轻度的萎缩或者肠化，并没有异形增生，那么在根除幽门螺杆菌和改善生活方式的基础上，可以遵照我们的医嘱，大概1到2年做一次复查胃镜。那如果出现萎缩和肠化很严重了，或者是范围比较大了，累积到整个胃体了，那复查频率可能就要缩短为1年。那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看有没有刚才我说的异形增生，这是更进一步的预警。如果是低级别异形增生，那建议每半年到1年要查一次胃镜，密切的监视。那如果是高级别，也就是高级别上皮内瘤变，这就已经被认为是癌前病变了。那这个时候就应该更频繁的去查胃镜，而且单纯的复查可能已经不足够用了，需要再积极的进行内镜下的微创的切除治疗，也就是通过胃镜把病变黏膜剥掉，从而达到根治的目的，防止它再往下进展，成为浸润性的胃癌。您看，张医生，您刚才讲的这些非常的专业。那我们一直在反复的强调一个词，就是胃镜。我相信，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2个字儿的时候，都有一种害怕并且说抗拒的感觉，包括我本人。比如说，那医生要是建议我去做胃镜，那我就会觉得我前期可能没有这方面相关的症状，那相当于一个小手术又很疼痛，我就不想去做。那哪些人是属于胃癌的高危人群，是必须定期做胃镜检查的？而且这个定期，比如说是多长时间来做一次，能不能给我们科普一下？针对不同的年龄段展开跟我们聊聊。好的，您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又是非常普遍也是非常关键的问题，也就是对胃镜的恐惧。是，首先我给您纠正一个概念，现在我们有很好的无痛胃镜，在做的过程中是不会感觉到疼痛的。回答您刚才最关键的问题，有的病人一听说要做胃镜就紧张了，那这种恐惧会让我们错失了早期发现疾病的最佳时机。那根据我们国家出布的最新的权威指南，特别是中国胃癌筛查和早诊早治指南，我们是强烈建议有以下几类情况都属于高危人群，就是即使没有症状，也必须将胃镜检查纳入到必检项目。核心标准：第一，年龄大于等于40岁，并且符合以下任何一条，比如说居住在高风险地区，长期生活在胃癌的高发地区，比如说我国的辽东半岛、山东半岛、福建以及甘肃、江苏、山西等部分地区，这些地区的水土、饮食结构等因素与胃癌的发病相关。这就是第一点，咱们聊的地域性。是的，第二点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的患者，这也是目前最明确、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。只要检测出幽门螺杆菌阳性，它就属于高危人群。第三点就是有明确的癌前疾病史，比如说已经确诊有慢性萎缩性胃炎、胃溃疡、胃息肉，
或者手术后的残胃，那这些疾病本身就已经被定义为癌前状态。刚刚我们也提到了，它必须要严密的监控。那再有一级亲属或者胃癌的家族史，父母、子女、亲兄弟姐妹中，如果有人已经罹患胃癌了，那这个病人再患胃癌的概率就会显著高于普通人。还有存在一些高危的生活习惯，比如说长期的高盐饮食，每天的摄入量大于10克，或者爱吃腌制、熏烤的食物、吸烟以及重度的饮酒等等。那对于以上这些高危人群，我们的一般建议就是每1年到2年要进行一次高质量的胃镜检查。我们也推荐病人到3甲医院去做检查。当然，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个动态管理的概念。如果您已经做了胃镜，并且发现了比如说有萎缩、肠化等等的问题，那复查的频率就不是固定的1到2年了，是需要遵循医嘱进行缩短。根据病变的严重程度、病变的范围，医生可能会建议您每半年到1年就要进行复查，以便及时发现可能出现的进展。所以面对胃镜，我们真正需要恐惧的并不是检查的本身，而是对于恐惧逃脱检查可能带来的无法挽回的后果。而且刚才我们也提到了，现在的这种无痛胃镜等一些舒适化的医疗选择，完全可以让大家在睡梦中就轻松的完成检查，不会有什么不适。而且为了健康，这个侦察兵也非常值得请出来。非常感谢张医生刚才的讲解，让我们对胃癌的预防和早期发现有了清晰的认识。